大同的美食犹如大同的古城墙、钟楼、鼓楼一样，分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文化与生活交织交融，展示着中国文化的另一面，本色而自然。它们看似普通寻常，却让我们瞠目于它技法的精妙绝伦和时光刻留在它身上的故事与韵味。什么味道？酸酸甜甜的。就是这个味儿，越闻越香，越闻越饿。要是现在能有一大块肉让我就着这口醋汁儿一口吞了就好了。来，小夏，要想多吃肉，先干了这杯陈酿了5年的老陈醋吧。真的吗？那我干了。别，咋了？这个老陈醋啊，你可以稍稍的喝1小口，开胃。哦，那我先抿一小口，尝一尝。怎么样？哦，好酸啊！它还有一股持续的这个香味儿。纯手工酿造的醋，从1粒高粱到1滴醋，它要经过62040分钟的一个旅程。它仅仅是生醋，因为它没有经过陈酿，半成品。对，到您手上的这碗醋呢，它是要通过小批量、精酿造、纯手工，还要小缸发酵，最后的仔细陈酿，才是这么美味的一碗醋。醋是刻在山西人基因里的热爱，山西人爱吃醋，有无醋不成味的说法。制醋师傅们仿佛会魔法一样，能够将普通的高粱转化为令人陶醉的味道。而制醋是山西人最拿手的绝活，每一次手工的翻动都是一次华丽的蜕变。好壮观啊！这么多缸，这都是在干啥呀？这就是人们说的小缸发酵缸。就好酸啊，直冲我天灵盖的那种酸，但是又酸有股醋的味道，还有种酒的味道，是怎么回事？厉害！粮食当中的淀粉呢，先要转换糖，糖转换酒，酒转换醋的一个过程。当然，我们这个特殊的一点就是双边发酵，酒化、醋化同步发酵。在这个里边呢，有高粱，有熟米，有麸皮，有谷糠。它这个颗粒呢，你看都比较是整壳的。纯手工发酵的时候，就是每天呢要翻胚，它是一个耗氧的过程。翻的过程当中，在这个壳里边呢，会注满氧气、空气。刺眼睛吗？刺鼻子。它在翻的。我试试可以吗？来，这样插进去，然后，好沉啊！好酸。我得屏着气来翻，要不然真的很容易呛到。产酒产醋的过程，它是发热的哟，非常有利于醋酸菌的滋生繁衍。酒是蒸馏的，而醋呢是凝绿的，就是要自然的形成一种过滤网。好漫长、好繁琐的步骤。匠人们将时间和耐心融入这口大缸中，慢慢等待粮食精华的吸纳和醋酸菌的释放，充分浸泡过滤，纯良的原醋足够让你为之倾倒。这陈醋有酿3年的、5年的、10年的，那这有什么区别吗？我现在端的是3种不同的醋，这个是金黄色的，有点，这个可能是偏深一点颜色。颜色如果是清淡的话，说明它比较年轻。陈酿1年5度这个老陈醋呢，是以酸香为主体。这个是陈酿了5年的7度的老陈醋。
就比刚才酸味稍淡一点了。它没有那么尖酸刺激了，对闻起来对哎，不冲脑子。这个呢是以纸香为主体，这个颜色深的呢，体态棕红的这个，它是10年9度的老陈醋。10年的好像更香一点，就是它那个酸味稍淡一点，但是会更香。几乎闻起来好像特别的协调，特别的柔和。对，好像还有一点酒味的感觉，对吧？它挂杯，而且这个体态呢比较浓稠，它陈酿的时间就很久。入口你酸，但是呢它落口是甜的，然后口味特别的绵长，香气持久。吃面要放醋，做菜要烹醋，各种小吃要蘸醋。醋在山西人心中已经不仅仅是调味品了，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文化自信。太神奇了，我感觉像做了一场奇妙的吃醋之旅。决定了，今天就去找用醋烹的肉菜。大同的每一个饭桌，每一道菜人都要上过油肉。过油肉，滑溜呗，这是下饭。儿时的记忆吧。哇，我这还没吃呢，鼻子先炫了一口，一股醋香味儿。鲜嫩的猪肉像是要在嘴巴里爆汁，酥软鲜香，一点儿也不油腻。太好吃了！来大同不吃这道菜等于白来。上到御宴，下到便利店都少不了这道菜。而且啊，听着油腻，吃着却很清爽。老板，再要一份过油肉，再加个米饭。咦，你还怪能吃嘞！哇，吃的怎么样啊？太好吃了！我吃了一份又点了一份。这么好吃是怎么做的呀？我们老大同过油肉，首选要用猪的后筒肉切通芡大小的薄片儿，再用我们传统的煨制方法，比方说蛋清，加入粉面，抓匀，再放入5成油温的油锅，滑散。我们山西大同过油肉主要首选就是我们分2次醋去烹饪这道菜。当然，在炝锅的时候要放一遍，在出锅的时候是放一遍，这就是炒过油肉的关键之处，也是它的特点，它的好吃的奥妙就在这一块。那第一次放醋是为了提味儿吗？第一次放醋是有效的融入各种这种食材的味道，最后一遍放醋，这是体现它醋的香味儿。醋的灵魂注入，让这道过油肉香而不腻，嫩而不柴，滑而不黏，吃完唇齿留香，余味悠远。哇，配上过油肉的最佳拍档米饭，仿佛让它拥有了更大的魔力，令人香得停不下来。咱们这个过油肉软嫩顺滑，而且外形上跟东北的锅包肉还有点相似，但味道却不一样哎。首先我们这个过油肉从口感上它是软嫩滑口的啊，而锅包肉呢，它是外焦里嫩的糖醋口味。过油肉的烹饪方法呢它是用低温滑熟，而锅包肉的烹饪方法是熬糊、炸干烹饪的过程。这也是咱过油肉的秘诀。这是它的特点。第1次加醋，这是这道菜的灵魂，起到增香保嫩的作用。第2次点醋，达到有醋味儿却吃不到醋的境界。一套操作下来，你会发现普通的猪肉摇身一变，成了人见人爱的美味佳肴。它披着肉的外衣，内含醋的灵魂，浑身闪着过油的金光，仿佛诉说着1000年的故事和奇缘。